买龙纹标级6曜的你出金了吗？这年头买个国模居然还能体验一把抽盲盒的刺激，专属纪念币出金率1%。今天咱们就来盘一盘这台由小 T 出品的龙纹镖局6曜。在介绍这台机子之前，我必须把它这本全彩说明书单独拎出来夸。它采用了横版结构，分成了 IP 设定集、拼装说明和姿势参考3个部分。里面不仅有背景故事、设计思路，还有动画短片的 CG 截图。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相关动画，动作丝滑流畅，非常好看。而且它拼装引导做得很丝滑，在每个部位开头直接加入了小型取件表。你拼这个部位用到哪块板件，板件是什么颜色，非常清晰。拼到一定阶段，还会提醒你某个板件的零件已经全部使用完毕。喜欢轻版的强迫症患者表示非常满足。不过书籍内侧预留的位置有点偏差，平铺状态下靠近内侧的部分会有点遮挡。板件量方面，一共40块板件，部分板件为玉涂装，玉涂装的金属质感很好，蓝色外甲是哑光的调调，材质接近喷了消光的质地，整体组合度很丝滑。很少用到大力金刚指，但是部分玉涂装件的装备可能会有点紧，大家拼的时候要慢一点。还有一个极其致命的地方，覆盖式装甲的 C 扣需要斜插入后再扭转，否则容易断裂。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，全是血泪。整体拼装逻辑是让你先拼好骨架，最后再一起上外甲。骨架状态非常完整且具有机械美感，还有它背后的龙虾背，内外2层金属色堆叠，不论展开还是合并，都能感受到层次感。不过，当我们套上这层喇叭裤一样的外甲后，争议这就来了。没有装甲时，很多人都会觉得下半身太过粗壮。虽然官方强调这是他们想区别于高达造型特意做的创新，但我个人觉得其实是腰太短了。要是这么一拉，是不是就看着舒服啦？而且双臂又很细，没有肩胛去撑起肩部肌肉。但这其实是商家留的后手，上半身无肩胛的设计，全是为了给重装留空间。在穿衣服之前，咱们先聊聊可动。这台机子的可动简直是一半海水，一半火焰。先说神仙的地方，脖子。它的脖子有多段可动，可以实现大幅压重心的侧式备战，搭配弯腰可以实现头转向侧面，还能平行于水平面。轻装状态下非常适合大转腰后的回头姿势，张力拉满。腰胯结合处还能拉伸，联动机械脊椎，能实现双腿重叠的站姿。接下来说最灾难的地方，肩膀。这个肩膀的可动真的让人抓狂，几乎没有前后拉关节，最大平距也只有约90多度。手腕因为是单关节，无法同时实现内旋和斜握，显得略微僵硬。好了，现在让我们进入这台机体最核心的玩法——穿衣服。产品里给到了一个衣架子，可以把所有外装甲固定在衣架上，非常有仪式感。当你把这套半覆盖式的外甲穿到6曜身上，之前的比例问题瞬间消失，这就叫脱衣显瘦，穿衣刚够。这套正装非常有中国风，既像是装甲，又像蓑衣，还带个斗笠。蓑衣、斗笠配上烟灵刀，那种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武侠感直接溢出屏幕。胸前的装甲可以解开并展开，像一对小蝙蝠翅膀。背后的推进器大面积透明件，加上联动展开的内构，机械感拉满。武器方面毫不吝啬，2把弹夹可拆卸的霰弹枪，4把烟灵刀，4枚标刃，还有5对手枪。最绝的是它的模块化地台支架，一套战甲支架摆衣服，一套武器挂架放刀枪，还有一个主体支撑架。这3个甚至还能拼成一个大的场地化地台，不仅可以单独展示，还能把纪念硬币放进去，逼格满满。总体看下来，这台6曜把中式武侠的元素和未来机甲融合得相当不错，既有国风感，又有科技感。虽然它在可动优化和腿部比例上还有进步空间，但原创设计和玩法体验上绝对是拉满了。无论褒贬，也算是继逍遥子之后的原创国风模型又一个里程碑之作。期待国萌市场上能有更多国风原创作品出现。这里是给你提供模型情绪价值和避雷指南的奥特评测，我是瓦卡。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